为了推动反派的黑化，我白天当众羞辱他，夜里在他身上作威作福，可他的黑化值居低不上。直到我看到他写的日记，好喜欢大小姐，大小姐心疼我工作一天，奖励了我1巴掌。今天大小姐奖励了我3次，还差4次。今天大小姐抽了别人，为什么不抽我呢？我看得头皮发麻，身后突然伸出一只手紧过我的腰，嗓音阴哑：大小姐决定抽我了吗？沈文京给我带水回来后，将水递给我，我没接。众目睽睽下，我打了他1巴掌，力道很大，打得他的脸偏过去。很快，他的脸上浮现一个鲜红的巴掌印。我冷眼睨他，语气骄纵：沈文京，现在清楚你的主人是谁没有？周围围观了不少同学，都是上同一节体育课的同学。我旁若无人，静静盯着沈文京，不放过他脸上任何一丝表情变化。这就是未来的反派。我的任务就是推动反派的黑化，任务完成，我就可以回到原世界。我时常让他毫无自尊，就像现在这样。几乎所有人都知道，他沈文京就是我温连玉的一只狗。他缓慢眨动眼睫，慢慢回头，脸上还挂着巴掌印，可他神情淡漠无温，低头道歉：清楚了，是我的错，下次不会了。我扬起下巴轻哼一声：原谅你也行，你跪下给我认个错。沈文京抬头，目光毫无波澜，眼里却在瞬间闪过诡异的光，不像是被羞辱的神情，反而像是兴奋。我并不在乎大家对我的非议，毕竟我就是个除了钱什么都没有的恶毒女配。我的任务就是推动反派黑化。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娇喝：温连玉，你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沈同学跟你只是雇佣关系，你有没有尊重过他？说曹操，曹操道：我打沈文京就是因为女主李福双，李福双跟我一个学校一个年级，甚至每周都是同一时间上体育课。今天天气炎热，体育课解散后，我命令沈文京给我去超市买水，可他到底还是受剧情影响，看到女主受伤时忘记我方才的命令，背着女主去医务室，才耽误了时间。而原剧情里，沈文京成为反派最大的原因就是女主心有所属，而他心有不甘。我看着李福双笑了，他跟沈文京一样，现在是个穷光蛋，所以趁着他们都还弱小，我得尽可能拿捏他们。我笑问他：那你问问他是愿意跟你回去，还是甘愿继续给我当狗？又或者是你顶替他来当我的狗？沈文京淡淡把李福双拨到一旁，他黑沉的目光直勾勾盯着我，语气执拗：大小姐，别赶我走。我笑盈盈地望向脸色煞白的李福双，他好像不成你的情为，要不今晚我抽他2下，帮你出出气。他的脸更白了。沈文京却猛然抬头看向我，沈文京的黑化值终于动了，现在已经高达30。我满意了，没再管李福双。回到别墅时，刚一进门我就甩了沈文京1巴掌。你不会以为刚刚的1巴掌就算了吧？跪下！家里的佣人见状连忙离开大厅，偌大的客厅里只剩我们2人。我坐在沙发上，逆着单膝跪在我跟前的黑发少年，他静静承受我带来的疼痛，然后未经我允许擅自脱掉我的鞋。我疼得皱眉，刚想开口骂他，却见他低头在脚踝磨伤的地方轻吹，不知道从哪儿拿的创可贴，动作轻柔地帮我贴上。大小姐，还疼吗？在这个世界待得久了，这具身体是越来越矫情了，走了这么点路就磨伤了脚踝。没想到沈文京竟然注意到了这不起眼的小伤口。我捏着他的下巴，审视他的眼睛。我向来有奖有罚，今晚奖励你，好不好？我弯唇朝他伸手，抱我回卧室。他便乖巧起身，抱起我回卧室，一句怨言也没有。刚把我放床上，我一把把他推翻在床上，翻身而上，手指落在他的喉结上，一点点向下滑，笑盈盈地问：今天想让我做哪里？他喉结滚动，眸光晦暗，全凭大小姐做主，像只乖戾无害的小狗，一如刚见面时。沈文京是我捡来的，那天下了近几年最大的一场雨，他一个人躲在小饭店的屋檐下，积水快漫到他的血。跟寻常反派一样，他也有个凄惨黑暗的童年，早死的妈，好赌的爸，破碎的他。我刚穿越而来，系统急促提醒我说这就是未来的反派。我本来打算把他绑起来，然后一刀刀折磨他，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催他黑化。他闻声沉默地抬头，对上我的视线，露出那张惊为天人的脸。帅的人我会看看，帅的牛逼的人我得带回家私藏。我想刚刚的我太残忍了，我该成为他的主人，欺辱他，折磨他，让他在我的床上动弹不得，露出最无助委屈的神情。然后我彻底掌控他，我扔给他一张卡，3000万买你这个人，跟我走吗？就这样把淋成落汤鸡的阴郁小狗带回家，每天强迫他吃饭，强迫他练肌肉给我看，让他保护我，为我所用，做我最忠实的奴仆。系统提醒我说，上一世沈文京为了女主终身不娶，身边也从没有别的女人，到死初吻都还在。我挑眉，既然这样，那他的清白我也要了。于是白天我当众羞辱他，夜里我就骑在他身上作威作福，经常弄得他双眼失神，就像现在这样。舒服吗，沈文京？他闷着不说话，眼尾泛着隐忍的红。我拿出前些天特地买来的鞭子，抽在他身上，他的腰腹上很快浮现细微的鞭痕，在他冷白的肤色上引得我兴致更浓。我勾唇，忽然停下动作，手指落在他的脖子上，倏然收紧，看他仰头，脆弱且无助地仰望着我。停，还是继续？乖狗狗，你自己选。他抬眼，眼里荡漾润泽的水光。大小姐，继续。我的笑意不减，低头吻了吻他的唇角。乖狗狗。话落，又是一鞭子。他的声音从喉咙里溢出，说帮李福双抽他就帮，
出气没出气不知道，反正我是爽了。小说女主集真善美于一身，她了解了沈文京的处境后，终于消停了一阵。我去参加朋友聚餐，把沈文京也带来了。包间里，一群朋友看向我身后的沈文京，惊呼一片：“这不是你最近养的仆人吗？长得还怪帅的，阿玉你也真是的，不知道怜香惜玉。阿玉，你要是不喜欢，要不把这人送我玩2天，我调教好再给你送回去。”闻言，我看向说话的那人，扯唇笑着，随意端起桌面上的一杯酒，仰头灌下。我的狗，你们就别觊觎了。虽然他活好，但我就是毁了，也不能让朋友用我用过的。你们说是吗？我扬眉看向他们，他们连连点头，不再说沈文京的事。而沈文京自始至终都对我的羞辱没有反应，黑化值依旧稳如老狗。我已经见怪不怪。酒过3巡，我们聊得正欢，突然包间门被人从外面推开，李福双怒气冲冲地扯着一个男人进来，直冲我而来。下一瞬，沈文京挡在我跟前，李福双不可置信看着他：“沈文京，你还护着他？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吗？”他把身后的男人推了出来，我只觉得眼熟，这就是温连玉的前男友。就因为分手，他就被温连玉弄成现在这副鬼样子，你不要被他蒙骗了。这次我就是为了救你而来。那个男人对上我的目光，立即垂下头。我终于有了点印象，这人确实是原主的前男友，叫赵宇。因为劈腿，原主跟他分手，并且索回恋爱期间所有赠与他的资金。谁料他恼羞成怒，在学校散布原主的黄谣。原主不打算追责，只想息事宁人，没成想却意外身亡，让我得以穿到他身上。原主骄纵，但心地善良。我来的第一件事是把沈文京带回家，第二件事就是弄得赵宇家里破产。我不需要制度规制他，我只是找人弄折了他的腿，害他被退学，找不到工作罢了。我来了多久，他就流浪了多久。没想到所谓的女主竟然把这号人揪出来。见朋友要打电话，我按住他的手，饶有兴致地看着那2人。赵宇见状，立马指着我鼻子骂：“对，都是这个臭婊子，害得我家散了，钱也没了。沈同学，我跟他谈过，我知道他是什么货色，今天我来就是想劝你早日脱离苦海。更何况他在床上跟条死鱼一样。”砰的一声，他整个人撞上墙面，又瘫在地上，就像个垃圾。沈文京练过拳，这一拳完全没收着，一拳下去，赵宇竟是倒在地上蜷缩起来，再也站不起来。李福双刚想劝阻，下一秒，沈文京单手掐住他的脖子，眼神很冷，染着无尽的厉意。李福双的眼神惶恐不安，拍打他的手，却不起半分作用。眼看他的脸色涨红，脖子上青筋暴起，我这才从容起身，按住沈文京的胳膊：“松手，别闹出人命。”轻飘飘的一句，沈文京立即松了手。李福双瞬间跌在地面上，捂着脖子止不住咳嗽。看到沈文京，就像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。我笑着蹲下，语气亲和地问道：“你不知道吗？沈文京是我的狗，狗哪有叛主的？”一开始我确实怀疑过沈文京会因为剧情继续无条件喜欢女主，可后来我想通了，沈文京是天生反派，天生冷情，最厌恶别人的同情，厌恶别人的特殊对待，厌恶一切美好的特质，偏偏这些李福双都有。我仰头看着身侧乖乖等我的少年，问道：“沈文京，你今天是不是还差我一巴掌？”闻言，沈文京点头，平静地盯着我，似乎在等着我现在就把那巴掌甩到他脸上。我扬起笑，一副与人为善的模样。温连玉，你不许打他。李福双像是忘了脖子的疼，连忙要起身护住沈文京，可下一秒，那巴掌毫无征兆落在他脸上，响声之后，他的脸上浮现一个巴掌印。他不可置信地瞪大眼。我揉了揉手，慢悠悠站起身，欣赏他的震惊。这么想替他出头，那这一巴掌你也替他受了。系统的提示音响起，反派黑化值加10。与此同时，头顶传来沈文京低沉似委屈的声音：“大小姐，那是你说奖励我的。”事情闹到现在，他纠结的却是这。李福双捂脸羞怒道：“沈文京，你跟温连玉不是一类人，你怎么会向着他呢？是不是他私底下威胁你，还是说你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？”沈文京淡淡扫了他一眼，目光阴冷。李福双吓得后退2步，终于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，眼唇哭着跑出包间。而墙边躺着的赵宇早就一瘸一拐偷摸跑了。我并不打算追究，只是觉得2人一个像跳梁小丑，一个搞不清楚状况，这出戏着实有点看头。我招呼大家继续喝，一回头就看到自始至终沉默寡言的沈文京直勾勾盯着我，目光一瞬不顺。我挑眉，漫不经心问道：“怎么心疼李福双了？真心疼他，刚刚还舍得下手，现在去追还来得及。”话音未落，就听他执拗地问我为什么要奖励他。我不以为意，嘴上已经熟练开始侮辱他，想玩弄你，行了吗？下一秒，系统继续提醒：反派黑化值20。好样的，他又爽了。前后一算，我还搭进去10，黑化值居低不上的日子。我白天继续羞辱沈文京，夜里变着法在床上羞辱他。1周过去，果然见效了，反派黑化值10。他好像真爽了。系统为我操碎了心，连夜查找剧情崩坏的原因。终于在次日一早，系统惊喜呼叫我：“宿主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反派的黑化值居低不上了，肯定是因为他的那个小本本。我看到他每天都在小本本上写东西，他肯定是把怒气全写下来，发泄了就不黑化了。我觉得系统分析的在理，特地把沈文京叫来，让他去城东给我买我最爱吃的桃酥。以前我就喜欢指使他，他自然没发现异常，只是磨蹭了2下没走。
我抬眼看过去，却见他红着脸别开眼。大小姐，还要买新玩具吗？我挑眉，乖狗狗，去给自己挑2件今晚的战衣。他的脸更红了。人前脚刚走，我后脚就正大光明走进沈文京的卧室。他的卧室是冷色调，床上板板正正，一丝不苟，跟他这个人一样，没什么趣味，还冷沉沉的。我不经常来他的房间，下意识四下看了看。根据系统的提示，我在衣柜下方的凹槽里找到了系统说的那个小本子。这个本子很厚，封面是牛皮纸黄的，什么字都没有。估计我把沈文京带回来不久后，他就开始写日记。系统跟我一致认为上面可能全是不堪入目的脏话。他正要给我屏蔽视觉，我已经翻开本子，第一句话就是好喜欢大小姐。我跟系统沉默了。系统，他疯了，我可能反讽呢。我继续往后翻，大小姐心疼我工作1天，奖励了我1巴掌。今天大小姐骑我身上奖励了我3次，还差4次，却不允许我继续。今天大小姐抽了别人，为什么不抽我呢？为什么要用我的奖励奖励别人？讨厌那个女生，希望大小姐不要再靠近她。那个女生说的是女主李福双。系统喃，不对啊，宿主好像原剧情里反派就是在大学期间爱上了女主，现在应该暗恋女主要死要活的。我颇为赞同，没想到我的狠心欺辱在他的眼里全是奖励。我看得正入迷，脊背突感阴冷。系统在我的脑海里发出尖锐的报名声，我嫌烦，给他屏蔽了。正打算往后翻，身后突然伸出一只手紧过我的腰，嗓音阴哑，大小姐决定抽我了吗？我默默恢复系统的声音，听见他委屈的悲鸣声，难得好声好气的哄了2声。沈文京的脑袋埋进我的脖颈，他的手臂肌肉紧贴着我的小腹，我清晰地感知到他的肌肉线条，然后重重把日记本拍在他的胸口上，在日记本上还写了其他女生。沈文京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今晚的奖励没了。系统，宿主，我感受到了反派的杀心。我淡淡道，事主的狗不是好狗，若他真想杀我，就留他不得了。下一刻，系统否认，不是，是他想让女主彻底消失。我惊愕抬头，看见他晦暗的黑眸阴冷一片，却在看见我视线的瞬间，立即换上人畜无害的神情。我悠闲坐到床上，跪下。他跪在床边，我用脚尖挑起他的下巴，乖，下次不要再让我发现你写无关的人上去了。化被动为主动，就是大多数问题的解决之道。就像现在这样。突然，沈文京握住我的脚踝，他的掌心有薄薄的茧，不轻不重摩挲脚腕处的皮肤，有些刺刺的，不疼，反而酥麻的有些痒，好像就这样蔓延到我的心里。我下意识想收回脚，是我错了。他没松手，垂着眼，眼底温柔的能滴出水，低头在我的脚背上亲吻了下，像个虔诚的信徒。大小姐，我认罚。我的心跳像是漏了一拍，系统催促我赶紧推动反派黑化，完成任务，就可以把我送回家了。我满口答应，却依旧重复之前的日子。本以为李福双不会再接近我们，没想到李福双私下找到沈文京，我就在楼上隔着透明窗户看向他们。沈文京抬头，准确无误攫取住我的视线，我点头应允后，他才看向李福双。我撑着下巴，漫不经心看向楼下，对系统说，把他们的画面调给我看，还有声音。画面中李福双抿紧唇，同情地望着沈文京，我前2天才知道你家里的情况，所以你才会跟着温连玉，这么多年你一定很难过很委屈吧？这些都会过去的，你要努力朝前看。要说之前沈文京只是对他毫无反应，这次沈文京的真面目暴露无遗，眼神阴鸷冷血。李福双被他的眼神吓到，话音戛然而止。沈文京嗤笑，谁要你的同情？李福双双眼通红，还是鼓起勇气继续说，我很早就见过你了，那天下着大雨，我看到你宁愿淋湿自己也要去救积水里瑟瑟发抖的小狗。我知道你是个外冷内热心地善良的人，这个世界很美好，也有很多同样善良的人，我希望有天你也能去看看，所以我希望能救你脱离苦海，能带你离开温连玉的身边。他越说情绪越激动，闻言我差点笑出声。沈文京心地善良，他童年黑暗，几次差点保不住性命，那时候李福双口中同样善良的人并未出现，反而是我这样心里黑暗的人把他捡了回去。我饶有兴致继续看屏幕。离开？我为什么要离开大小姐？我救的是大小姐的狗，大小姐的一切都值得我拼尽性命。李福双看到这样的沈文京，满眼茫然不解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的你喜欢我，也没有温连玉的出现，我隐约觉得那个梦是真实的。可你为什么一直这样厌恶我？就连上次送我去医务室，你也是半路就把我放下。沈文京打断他，因为我不喜欢你。说够了，大小姐还在等我，别再来找我，否则……他停顿了下，眼里格外幽暗，看他的眼神真的找不出一丝喜欢，反而像是在看一具冰冷的尸体。沈文京扯了扯唇，我不介意让你永远醒不过来。画面停在这儿，沈文京再也没有心思敷衍李福双，转过身看向我，眼睛很亮，真的像只小狗。系统震惊，反派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那可是女主啊，女主的同情他都不要，他需要的不是同情啊，那他需要什么？我勾唇，直勾勾看向沈文京，朝他招了招手。下一刻，他就再也按捺不住，奔向我。我收回视线，缓缓道：“当然是需要我的奖励了。”李福双见此，眼神瞬间暗淡下去。或许就像他说的，梦境与现实相差太大，加上剧情男主并未出现，才会让他执着于沈文京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没说话，
一路上沈文京神色不安，我忍笑不语。回去后我没让他回自己屋，而是让他跟着进我房间。一进门，我坐在床上等他关上门过来，我勾勾手，他心领神会，半蹲下贴近。下一秒，我扶着他的脸，笑道：“今天很乖，奖励你。”我仰头吻上他的嘴角，蜻蜓点水，按着他的唇探入，毫不留情在他的唇腔搜刮了一番，这才缓缓抽离。看见他耳朵通红，可爱的紧。我的指腹抚摸他的脸，笑问道：“沈文京，一会儿你想要疼点，还是爽点？”看到他眸光微闪，我笑了，还是两者都想要。他的胸口剧烈起伏，眼尾泛红，别开脸不看我，似乎有些难为情。但正是这样的他，才让我更想欺负。想欺负，自然就真的欺负了。我骑在他身上起伏，欺负他欺负得最狠时，突然耳边嗡鸣不断，整个世界天旋地转。我倒在他身上，再也没了意识。记忆的最后，我看见沈文京惊慌失措接住我。我醒来时，系统呜呜咽咽的在哭。不等我问他情况，他已经一股脑全说了。宿主，你因为长时间没有完成任务，现在身体各项机能正在下降，但是人类目前的医学水平发现不了你的病情，也治不了。宿主，如果你半年后还没完成任务的话。系统停顿了一下，不忍继续说。我弯唇笑得散漫，会被抹杀是吗？可我又不怕死。系统惊呼一声，哪有人不怕死的？更何况宿主你之前不是做任务很积极吗？因为我确实想让沈文京黑化呀。至于任务，我勾唇道，我可从来没想过完成任务，我只是想让自己爽罢了。系统沉默片刻，宿主你别这样，我害怕。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？我跟沈文京是一类人。系统或许并没有做背调，不知情我的从前，可我永远不会忘记。酗酒的妈，赌博的爸，超雄的弟。沈文京或许对他的亲生母亲仍有亲情，可我没有。我从小被折磨到大，我记事起，爸爸天天在外赌博不回家，每次输光了钱才会回来，偷走家里的钱，殴打妈妈，妈妈整夜酗酒。那时的我年纪小，只想安慰妈妈，想带她逃离这样窒息的家，妈妈却将怨恨全发泄到我身上，怪我不是个儿子，怪我没法保护她。后来她如愿以偿生了个儿子，爸爸终于对她有了好脸色，我以为我们会越来越好，妈妈却因为凑不齐弟弟的学费，让我辍学打工养弟弟。我是外人，家里的一切都不属于我。刚满18，爸妈就收了村里老李的彩礼钱，把我绑了送他家去，给弟弟存老婆本。当晚爸妈和弟弟跟老李在客厅吃饭，却把我锁屋里。那天我逃了出去，锁上门，放了一场大火，烧掉他们收的彩礼钱，烧掉如地狱的家。在我想一死了之时，系统出现了。听到他给的任务，我心里嗤之以鼻，直到看到了沈文京的模样。我想看到他匍匐在我身下的模样，想看到他疯狂的神情，所以我才半推半就。可我唯一确认的就是，我不打算回原世界，也不打算完成任务，我也没打算活。我的身体没任何问题，医院那边自然查不出情况。没2天，我顺利出院。沈文京时刻跟在我身后，生怕我再次晕倒。同时，他不肯跟我亲密，不肯跟我分开。我像是长了条尾巴。在我推开浴室门时，沈文京还跟在身后。我停下，回头，倚着门框抱胸，仰头看他，想跟我洗鸳鸯浴。沈文京，你现在还不太够格。沈文京这才意识到情况，垂眸抿唇，眼神极淡。道歉，是我逾越了，我只是怕大小姐再昏迷。她确实吓死了。当时我醒来时，她的脸色苍白如纸，看上去她才是那个病号，脆弱的像被全世界抛弃。看她这样，我也生不出什么气。反正时日不多，也就由着她当我的小尾巴。系统自从发现我有消极的想法，整天变着法劝阻我，天天给我发系统界的推送。震惊！宿主为一男子不做任务身死后，男子却3年抱俩，做任务痛苦一阵，不做任务倒霉一辈子。震惊！一女子不做任务被抹杀，系统悲愤交加之下训了。我嘴角抽了抽，系统，你能不能少看点营销号？系统循循善诱。隔壁系统的宿主为了完成任务，那是万死不辞。后来他以为任务失败，回原世界跟家人告别，你猜怎么着？任务突然就完成了。反派为了成全他，到他的世界找他，两人铸就了一段佳话。宿主，你难道不想做完任务再喜得美男吗？我不做任务也有美男啊！系统见我油盐不进，恨铁不成钢，每天给我读他收藏的那些推送，想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我的想法。他不懂，在这个世界生活的这段时间，比我前面10余年加起来都要开心，这就够了。我特地买了一些道具，把沈文京叫来书房，把东西摊开在桌面上，我大手一挥，自己选一个吧。沈文京微怔，看到桌面上的东西，满脸通红，看他好一会儿没选好。我拿起桌面上的鞭子，那就用上次那个鞭子吧。那次你兴奋了很久，时间比往常快了点，我猜你应该很喜欢。沈文京的童年不幸，长期的家暴导致他对痛感到刺激和兴奋，他痛恨这样的自己。那时他年纪小，学不会控制自己，被人打了，非但不害怕，反而变得兴奋。方圆百里的人都知道他不正常，不敢跟他有接触。他最讨厌的就是童年，一直以来也都遏制那样的怪癖。可在我探索他2次后，就发现了他的异常。在我的床上，他可以不用克制这些，生活仿佛就这样恢复了平静。可没几天，我又毫无征兆地昏倒了。这次医院依旧没发现我身上的任何问题。沈文京强烈要求我住院观察，可我的决定不容置喙。很快我又出院了。回去时，沈文京跟着我进了我房间。我有些累，躺床上后让他回去。等了半天也没动静，
我直起身子，才发现沈文京站在刚刚的位置上一动不动，直勾勾盯着我，目光平静，又像是能洞察人心。怎么还不走？我催促一声，直接躺下闭目养神，却听见他用冷静的过分的声音问：是不是因为那个系统？我睁眼惊愕看过去，系统发出惊恐的报名声。哎呀，完啦！他发现了我的存在，我要被主神抹杀喽！宿主，我要掉小珍珠喽！他的精神状态堪忧，但我只是翻个身，强装镇定。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。他眼神直扭。大小姐，我听到过系统的声音。我坐起身，听他继续说。就在我们初见面时，那天下着罕见的大暴雨，积水就要冲向我，我以为我会死，可你来了。我听见那个所谓的系统说我是反派，要你欺辱我。我跟着你回家，想象你会怎么欺辱我，可你没有，反而在我最穷困时收留了我，与我心生你没有欺辱我，反而奖励我。而那个系统，我却没再听到过他的声音。我淡淡道：你听错了。他点头，我也以为是我幻听了。直到那次你进了医院，醒来后毫不在意，好像知道你的身体状况，知道你要面临什么。大小姐，如果没完成任务，你会死吗？我平静抬头。会又怎样？他缓缓走近，停在床前，单膝跪下，正如虔诚的信徒，托起我的手，亲吻在我的手背上。如果我是反派，如果我是任务的关键，那是不是只要我死在你手上？他话没说完，我抽出手，扬手给了他一巴掌，扇得他的脸偏过去。我冷哼一声：沈文京，是不是这段时间我给你脸了，才让你敢随意揣摩我的心思，让你不把性命当回事？他的神情茫然。下一瞬，我抚摸他的脸。不过你猜错了一点，我从没想过做任务，欺辱你就是我的爱好罢了，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他油盐不进，眸光灼热。那不是欺辱，是奖励。我把沈文京赶出了别墅，跟他一别两清。他已经猜到了事情的经过，也猜到了破局之法，避免他做什么傻事。这段时间我不打算跟他有接触，我的任务是我的事，跟他无关。在我坐车外出时，刚上车就感到头脑一阵昏沉，我强撑着看向驾驶座，那人戴了口罩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等我昏迷再醒来时，周围是全然陌生的环境。系统说这是沈文京的新住所，沈文京要绑架我，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？系统委屈巴巴道。上次被吓到了，没缓过来。很快我闻到一股饭香，沈文京推门而入。大小姐，该吃饭了。沈文京，你敢绑架我？我扬声质问，只是浑身软绵，没有力气站起来。他单膝跪下，将我带进他怀里，他的指腹温热，动作轻柔抚摸我的脸。大小姐这么生气，那就杀了我好不好？我给大小姐赔罪，不过得先吃了饭，不吃饭哪来的力气？他果然没有放弃那个想法。这个方法我不是没想过，但是并不能保证100%成功，更何况我也不想完成任务，所以没再这么想过。我弱得抬不起手，沈文京便不厌其烦，一下又一下喂我吃，见我都吃完了，沈文京替我擦了擦嘴角，弯唇夸赞：大小姐好乖，俯身在我的嘴角亲吻了下，露出满足的笑。我面无表情的提醒：你说的方法行不通，我也不想做任务，不用白费功夫了。他像是听不懂我的话，也不肯给我解药，执拗地将我紧箍在他怀里。大小姐，你的腰好细。大小姐，你的身上好香啊，第一次见时我就闻到了。我好像从没对大小姐说过，每次你打我，我都挺爽的，即使知道不合时宜，可我还是难免脸红心跳。我低头当他不存在，逼他放我离开。他像是猜到我心中所想：大小姐，我的命是你救回来的，你可以随时收回，我从没怪过你，是我心甘情愿待在你身边，现在我也心甘情愿死在你手上。晚饭后，沈文京突然抬头看向窗外，晚上了，大小姐马上该睡觉了，所以得快些让你完成任务了。他以为我完成任务后还在这个世界，他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我来自另一个世界。他出门回来时带了一把匕首，同我说了好多话，像是在交代后事。大小姐，答应我一件事，我死后你要等我，我还会找到你。大小姐，你永远都别想摆脱我。我平静地盯着他的眼睛，反问：找到我？命都没了，怎么找到我？我想笑，笑他不合时宜的天真，笑他的不自量力。可到最后，我扯了扯唇，却扯不出一丝笑意，只是冷沉地睨着他。他拔下刀鞘，将匕首递给我，刀尖朝向自己，见我不收，他笑着握着我的手，将刀柄塞进我手里。大小姐，我的命本来就是你的。我无法拒绝，身体依旧绵软。猜到他在菜里给我下药，所以药效坚持才能这么久。我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：沈文京，你是傻逼吗？他还在笑，顺着我道：大小姐说的是。话落，他按着我的手，不留余力把刀子捅进他的胸口，血液肋骨流出。我心间一颤，想伸手帮他捂住伤口，可却无济于事。他还在笑，仿佛不知道他马上就要死了，又从枕头下拿出一个眼熟的本子递给我：大小姐，别生我的气。大小姐，我的日记本更新了好多，这次没有别人。太蠢了，人都死了，还谈什么理想和爱？亲手把刀子递给一个想杀死他的人，他果然是天底下最蠢的反派。我接过日记本，他翘起唇角，难得笑得这样纯真，可他的呼吸虚弱到几乎感受不到。那一刻，我的身子瞬间轻盈了许多。我松了手，站起身，转身就走，没有回头看他一眼。手上身上沾满了沈文京的鲜血，心里莫名有些空落落的。或许是因为之后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傻的怪狗了。宿主，反派已死，任务失败。突然，系统的声音急转直下，显露震惊。黑化值为0，执念爆表了。任务真的完成了，我的任务完成量常年垫底。
这次如果再失败，我就要被抹杀了。还好完成了，我现在就送宿主前往新世界，恭喜宿主获得新生。他的声音被拉得又长又远，我心里一紧，大脑还没反应过来，嘴巴已经叫停。系统疑惑地等着我。我抚摸日记本的封面，他的遗物只有这个，我想把它带走。系统兴冲冲答应了。白光笼罩我时，我缓缓回头，看到沈文晶的眼睛还望着我的方向，他的手像是想要抓住我，却永久定格。我来到了新世界，成了一个婴儿，没有回到原世界，也没有新的任务。系统和沈文晶都消失不见，一切都像是我的一场梦。梦醒来，那些噩梦全然消失，独留下那本日记本。我私藏在枕头下，时不时会拿出来看看。我也拥有了全新的家庭，爸妈恩爱，对我疼爱有加。之前的记忆不像梦，现在的情况反而更像梦，有点不真实。我只是考了第1名，爸妈高兴地做了一大桌美食，只是稍微关怀他们几句，给他们做了一顿饭，他们就感动得泪眼汪汪。18年过去，我成功考上京大。大学报到那天，爸妈送我去学校，为我铺床，叮嘱我跟室友好好相处。他们走后不久，我带上日记本在校园里乱逛。沈文晶离开后，日记本又新增了很多内容，我会将人生中许多大事记上。天过去，我晚上才回宿舍，经过拐角时，一双手从身后黑暗处伸手，捞住我的腰，往后带。我瞬间撞进一个熟悉的怀里，熟悉的嗓音在头顶响起：“大小姐，终于找到你了，今天会奖励我吗？”我抬头，不期然撞进那双幽暗偏执的黑眸里。我搜紧他的衣领，让他不得不俯身低头，平视我，贴近我。我怒骂道：“傻逼！”他弯唇：“是我。”我空出的手不紧不慢拍了拍他的脸，又在他胸口捏了一把，一点没怜香惜玉。看他蹙眉，听他轻哼，我终于灿然一笑：“好啊，今晚狠狠奖励你。”全文完。